我觉得台湾荷兰币一点都不严重，因为第一个，这个不是一个机会财，荷兰币是机会财的问题啦。台积电后面的那个技术底蕴，那个不得了，那个延伸出来的带动的这个供应链甚至它引发的这个 AI 的转型，台湾其实没有荷兰币。而且第二个是说，整个三星集团占韩国的 GDP 是21%。对，如果台湾有荷兰币，那三星已经荷兰币末期了啦。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那么今天的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台新金控的永续长，他同时也是台新金控的经济学家李正仪博士。我们先请我们正仪兄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社长好。非常欢迎。我想《时代》杂志当中对2024年全球500大永续企业当中，台新金控呢，它拥有全球金融相关产业第9名。那我想这个是长期以来呢，他不断的在努力，而永续长李正仪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今天要从 ESG 的角度切入，也包括最新的国际金融情势。从8月5号。日本突然之间宣布升息1码之后呢，日本10年期公债殖利率冲到1以上，利差交易也造成国际金融市场非常高度的震撼。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真主党领袖也被以色列炸死，再看到美国总统大选，现在贺锦丽跟川普的辩论之后呢，我相信大概会逐渐的明朗。那最后11月5号到底谁入主白宫，我相信会造成非常巨大的一个转折。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些变局当中来厘清这些变数，这个我非常同意社长的看法其实在未来的这2个月其实变数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次其实美国的景气是慢慢有下来了，那软着陆机会看起来是有的那9月我们觉得其实最好还是降息1码就好了，降息2码我觉得市场可能会太恐慌了，因为降息2码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那我再回来讲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其实也跟我另外一个这个身份永续长有连结啦最近我每次出去外面就有人问我说，那你现在是看好川普还是看好 Harris 我说这个我要等到这个9月10号那场辩论完之后才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Harris 是少数美国没有经过总统初选就出现的人那这个其实对美国总统大选来说是非常少见的，因为美国总统大选通常是初选要打1年半了，目的是要证明第一个你有这种能力去整合你的团队，你有这个募款力，你有这种体力，更重要的是你的幕僚团队会借由这个每一次的进出你会形塑成一个新的团队。那现在 Harris 的问题是说他没有团队啦，大部分的人是先跟拜登借那他再放自己的人进去，所以9月10号打下去就知道说他能不能获胜了你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说我要借由这个时间来磨。上回6月27号拜登跟川普的辩论，美国经常都是在一场辩论赛当中决定对那个就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对，那就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如果 Harris 上来的话，我觉得台湾的 ESG 压力会瞬间升高了。 Harris 其实在美国即使在民主党里面他都是非常左派的，这个非常左派的人上来，他对推动 ESG 相关这种比较跟 ESG 连结的那如果是川普上来，那可能可以买到4年 ESG 慢慢做的这个时间谁上来谁就会决定说那个 ESG 我们推动的速度要多快了因为你可以看到台湾是制造业大国，台湾不管是你把这个碳排除以人数，碳排除以 GDP 数或碳排除以面积数，我们都是全世界前5名，这个我们其实是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赖总统上来非常积极的推这个绿色转型这个绿色转型跟这个所谓的数位转型，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双轴转型嘛。我们觉得这个其实这2个月就会决定未来台湾不管是 ESG 或者是经济方面的这个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所以他们在连租税都有不同的看法。川普说他当选总统税率会从25降到17他说如果不行可能会先降到21贺锦丽现在是说他会再提高到28嘛这个就其实2个完全不同的立场，它是完全是逻辑上是非常对立的。因为大部分通常这种2党政治在对打的时候大家都会往中间靠这一次是2个同时往左右两边去移动这个其实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这个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啦。所以我们说9月10号是一个关键点。那我的判断是这样，如果9月10号出来 Harris 他的民调没有办法持续赢川普3% 以上，他大选是不会赢的啦。因为共和党基本上在中西部这个地方他其实占了一些优势。有一个特别要请教你，就是说美国的民主党其实加州是铁票区的对54张选举人票你知道，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选的话民主党就跟台湾就选立法委员一样，那个花东加金门马祖原住民还没选
就知道国民党已经赢10席了。应该是说，像加州这个都一直民主党的这个铁票区啊，但是像中西部这个一直都是共和党的铁票区啊，所以就是最后面就是决战铁锈带。每次看台湾的选举在对照美国的选举，你都会觉得找到很多相似之处啊。我特别要请教你，其实我们看到台湾这几年经济在大家看坏当中，其实都走出一个比较大的格局，也就是说台湾这次的波浪是大的。从这一次我看你的脸书当中也提到台湾在奥运的表现，我说我们拿了2面金牌，台湾其实我们在很多产业跟中国那种像比方说电动车啦，台湾是比不上的面板啦，这个太阳能电池模组，这个都不是台湾的强项。但是台湾定位在半导体，尤其在高阶制程或 AI 的发展，这个就是说你从优势当中如何台湾在整个未来竞争策略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我常常讲其实我们不要太看轻自己了。台湾非常非常的棒，台积电还没有崛起之前我们的媒体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韩国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啊，中国有阿里巴巴，韩国有三星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对。等到台积电崛起之后，现在变成说台湾有荷兰病啊。对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也是父子骑驴啦，你就是只是要找理由去骂政府而已嘛。那其实我觉得台湾荷兰病一点都不严重，因为第一个这个不是一个机会财，荷兰病是机会财的问题啦。台积电后面的那个技术底蕴那个不得了，那个延伸出来的带动的这个供应链甚至它引发的这个 AI 的转型，台湾其实没有荷兰病。而且第二个是说，台积电虽然说它的台股占很大啦，但是它其实占台湾的 GDP 其实只有8%啦。整个三星集团占韩国的 GDP 是21%。对，如果台湾有荷兰病，那三星已经荷兰病末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逻辑上都不通了。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台湾有很多的隐形冠军，那这些隐形冠军呢，它其实是可以打国际杯的啦。因为我们很多在金融业，我们常会讲说我们没有办法打国际杯，原因是因为我们太小了。我觉得这个也对也不对啦，规模不够大，这个当然是金融业不能打国际杯的原因但是我们不代表说我们每一个项目领域都不能打国际杯。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最近日本的河村永辉172公分去挑战 NBA 啦。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思维啦。我再举我们自己公司当例子好了，台新当然就是一个中型的金控啦。那台湾的中型金控其实在全世界大概排到250几啦。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我们的 ESG， 我们是 DJSI 全世界银行产业 Top 1%。时代杂志票选全世界，它从5000家公司里面挑选全500家所谓的 Most Sustainable 最永续的公司里面，我们是台湾第2名。然后全世界63名了。台湾有它的利基点啊，我们不一定要说我们一定要跟中国大陆一样去比那个跳水跳下去没有水花，那个你这样做应该会台湾会直接有人去说你虐待儿童啦。但是我们其实有我们的利基啦，像我们的羽毛球就做得很好嘛，我们的跆拳道、空手道，包括我们的最近兴起的拳击，这个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啦。我觉得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的路，就跟我们产业发展一样，半导体上来之后，全世界都非常尊敬台湾。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方向。所以这个礼拜我看像群创工厂卖给台积电卖了170亿4000万那友达就卖了81亿卖给美光这一些经营比较落后的公司把厂房卖给先进制程的公司或者有竞争力的公司，我想非常合理也就是说，石化、钢铁、水泥，包括现在电动车都在中国大量生产的漩涡当中，大家很难自拔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中国在做这个，你跟着一起做，你可能使不上身之地这个就是你产业自己要想清楚。我前几天刚好跟一群人吃饭啦，大家在讲那个 MG4 啦，他们就是请全国之力去做一个东西，然后把它做成本做非常低，然后出口还会退税给你。我们还是要走有利基的方向啦，你不要去跟中国大陆拼说那个大量化生产，尤其是我常常讲的 commodity 的东西，你千万要远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只要做 commodity 摸到价格就崩跌。比亚迪最便宜的车子好像79800块人民币，那一台车单那个材料你要花多少钱如果再加电池，这个都是让大家必须要面对的。也就是说，像拼多多这个礼拜突然之间大跌28.5%我最近跟他们讲，拼多多要改变路线了，他也许要从拼多多叫拼少少就是说你大量生产去把大家都轰死不如说你卖好产品，单价拉高一点，然后呢更优质化。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产业重新再起另外一个转折点。但如果一直都在杀价恶性竞争的行列，我相信这个路可能会越来越难走了特别要请教郑宇兄，就是说这一些年台新在永续发展的路上，我也看到很多细腻的地方，比方说像东亮董在台新艺术奖，他真的挖掘很多潜力的新秀我觉得很多人都非常佩服我们吴董事长在这个路上他不断的坚持所以台新在永续发展的路上，你为什么能够比别
比你更大的金控公司都能够做得更好。我觉得在哪里？我觉得这讲得很好了。其实我们真的默默在做了，比如说我们去赞助这个南投空手道，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你可以看到那个很多是原生家庭是非常辛苦的。那我们去赞助他，其实某个程度上也在帮助他做教育了。像您在讲到说这个艺术奖这个我们已经办了20年了，并不是说我要去锦上添花你已经是很有名的艺术家，我去再找你，不是。我们希望是去培养、去挖掘，让大家看到他的这个光芒那这个其实是跟我们 ESG 的宗旨是一样的。我们希望的是给钓竿教钓鱼，我们希望的是我们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去跟我们的客户一起来成长。我们定了3个目标第一个叫做气候行动，然后金融共融跟永续赋能嘛。那气候行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就看到了脱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那个时候大部分都在讲气候啦，那个时候没有人在讲脱碳我们就开始办了零碳论坛，就是近零论坛 Net Zero。那我们的 slogan 一直以来就叫做 From Zero to Hero， 就是我们觉得在整个近零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那所以我们去年是以这个电力和减碳当做一个主题，那今年是以碳权在这个所谓的公司治理上面扮演的角色。那金融共融，我觉得台湾虽然很小啦，但是台湾的这个金融服务落差很大，郊区的地方它其实拿到金融服务的机会不多啦所以我们其实是比较希望透过这个手机条码或相关的这个在偏乡的 ATM 里面有更好的这个金融的服务啦。那这个其实也是普惠金融的一部分。那因为台湾其实是以制造业起家的，我们其实是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啦。赖总统上来之后，他非常非常重视这一块啦。你可以看到像绿电，他就是会非常非常积极的去干嘛。整个台新在做这个论坛的时候，我们也是最早跟这个新加坡碳交所办。这个台新是最早走向国际的，这个在永续发展的路上，台新走得比别人来得早，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是我们是第一个跟这个新加坡碳交所办论坛的啦，也跟这个社长报告，现在办这种论坛实在太多了啦。那所以我们办论坛，我们比较希望是从客户的需求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去年是跟这个九州电力，我们邀请九州电力的这个瓜生道明会长来跟我们的台电的董事长，就是曾文生董事长与对谈我这次到日本会去拜访九州电力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九州最大的公司嘛。瓜生道明会长他对电力其实他有很多的想法，而且九州的电力其实很特别啦，他的 diversify 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水力，包括核能，包括火力，包括太阳能，包括风电，它什么都有。我们去找了一个 role model 来跟我们的台电的公司的董事长会谈，语谈让大家知道说原来是大家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又找了台湾各个不一样，比如说风电、太阳能来谈一下说，那他们的发电计划是什么，贡献是什么。因为这个对于很多大型制造业，尤其是碳排比较高的制造业来说，他们希望知道说我未来的干净电力在哪里。我们办的活动都是希望从客户的角度出发。那举例，我们今年我们也要办嘛。那今年是什么？今年是台湾碳权元年碳权这种东西其实你可以看到，像台积电像很多这种大型的这个制造业，他们开始需要这种碳权。那台湾碳权交易所是去年8月8号成立嘛，去年年底开始有这个交易的这个产品嘛。我们也邀请了像澳洲它的碳权相关的这个的主管，日本都来谈一下说，不管是从碳权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碳权来谈这个所谓的公司治理的角度，碳权能够在公司治理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碳权又是个新的概念嘛，我们希望走在比较前面，然后邀请国际的，而且我们不偏向邀请学者啦，学者讲的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希望的是给我们客户更明确、更有效的指引。这个特别请教郑宇博士，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碳权叫课碳税，这个碳税课下去之后呢，它对制造业它一定会加重成本。国内的很多企业，第一个呢不懂得怎么算了碳税的量化或计价模式对未来公司营运，它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公司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要先做一个内部碳定价，内部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先把这个以前外部性的这个碳先内部化，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在做策略或做你的决策思考的时候，你会完全是不一样的想法啦。而且你的内部碳定价要够高啦，比如说1吨碳有的人是200块嘛，有人是300美元一来一往差50倍嘛。内部碳定价1吨碳是300美元的公司，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跟1吨碳是200台币的公司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啦。对，先把碳是一种成本这个概念先 build up 到你的 DNA 里面去啦。那这个时候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才能够有新的思维啦。不然你就是永远都是哀哀叫说这个成本很贵我不要做这不是你要不要做的问题嘛。国际的趋势如果是往这边去推动的话，台湾没有资格说我们不要做了。好，这个在台湾推动绿能再生的路上就是说台湾其实我们走过了坎坷路比方说你看小英总统当时推动离岸风力发电，很多人说4兆的钱扔到海里嘛那我们走到今天，我想离岸风力发电的风机
最少有300只以上了。我最近也把这个陆翼风机完整看了一下，大概现在有2750几只啊，那个场面是非常壮观的。然后我到了七股，台湾在这个整个太阳光电的投入啊，就前仆后继啊。我们常讲这个造园产业，其实能源相关产业是重中之重，产值一定超过2兆台币以上。那个是未来10年、20年、30年宽阔大道。从这样的一个 ESG 的角度，你有什么看法？我完全同意谢社长你的看法。我觉得其实我们要把绿能看成一个产业，它其实不只是电。我举个例子因为其实像风电当然发电发很大。但是风电的缺点是它跟我们的使用的习惯不一样嘛，风电是冬天发的多，晚上发的多，我们使用电是夏天用的多，白天用的多嘛。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国家是把风电晚上多出来的电拿去干嘛？拿去做滤氢啊。你如果把这个整个能源产业从这个最上游这个太阳能风电一路下来到氢，甚至再往下延伸的话，我觉得那个产业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啦。你要想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产业起来的话，台湾是能源输出国对。台湾不是能源输入国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台湾变成能源输出国的那种想象力到时候你那个炼电真的很多，我拿来炼滤氢，然后我卖到国外去我是能源输出国不用去跟什么沙烏地阿拉伯买什么石油我底下把那个能源卖出去给人家这个是对于你我们天然气啦包括煤啦。那个都从国外进口烧了变成电嘛，对啊。但现在你说像类似太阳能或是离岸风力发电，它是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根扎在台湾就不一样了。而且那个台湾的风场是全世界最好的嘛，如果这个东西能够做起来，台湾就是一瞬间变成能源大国啦。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思考能源产业、绿能产业的时候，要供应要拉出来看而且要从最上游拉到最下游，甚至你看你氢。再往下，你的氢能车在哪里？对，你的氢能卡车在哪里？甚至你的氢能的船在哪里？我们都要开始把这条线拉出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变成能源输出国的时候，这个时候台湾是产业是不得了的啦。对，不是只有半导体啦。对，不是只有半导体。那这个现在能源除了半导体以外，台湾另外一只脚。对，看起来是这个。对，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产业链啦。我们金融业其实为什么对 ESG 那么重要？逐水草而居嘛。我们看到我们的客户，我看到我们的政策。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产业的机会都在往这个方向走嘛，所以台新为什么一直在 ESG 上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这个执着，也是看到这个机会。好，我想有你当先锋啊，这个现在绩效卓著了现在就是说，接着下来你们已经跟国际接轨，还有碳税的课征，你们都有一贯的坚持的法则。我们节目渐近尾声了，未来在永续发展的路上，台新金控会有哪些更大的突破？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永续这个概念build到我们 DNA 里面去我讲一件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啦，台湾的金融业都有 recruit MA 啦MA 通常是谁去开场？通常是金控的总经理去开场我们公司是我去开场我不是用首席经济学家角度去开场，我是用永续长的角度去开场，因为我跟我们的人资长讲，交权容易改权难污染之后呢，我就很难交了，所以我要交第一个。我要把 ESG 这个 build up 到我们每一个 MA 的这个身体里面去。我们不要招永续 MA 啦，我们需要每一个 MA 都是永续的 MA。思考事情的时候，是从永续的角度当做一个 starting point， 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当每一个人都对 ESG 有了解，知道 ESG 它并不是一个成本，它是一个我们做生意、我们产业发展的趋势、台湾产业发展的这个动脉的时候，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ESG 的大的架构上，台新永远保持领先，而且呢，比别人跨出更大的大步。那我相信，在您的努力带动下，我相信这个成绩单一定会比别人更卓越。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正仪博士，也是永续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接受我的访问。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